What can I say? I hate. 这部20多年前的古早恐怖片是你的童年阴影吗？不起眼的小蜘蛛经过变态医生的基因改造，竟摇身一变成了杀人不眨眼的怪物。千万别被他抓住，否则你会生出可怕的小蜘蛛，不论男女。话不多说，开始今天的故事《天诛地灭2》。黑暗潮湿的船舱里，男人拖着塑料袋来到一个密闭的房间，里面一双诡异的眼睛正窥探着男人的一举一动。之后，男人将赤裸的女尸扔进房间后，一只硕大的蜘蛛爬了过来。另一边，一群人正在小船上玩耍，殊不知危险将至。平静的海面上，神秘的蒙面人正在快速逼近，他们的目标并不是船上的珍贵物品，而是上面的人。双方发生肢体冲突，但是在专业的面前，船上这些人的战斗力可以忽略不计。最后全被蒙面人打包带走，只有一个男人侥幸逃脱。但蒙面人在离开之前丢出一颗手雷，男人还是被炸死了。第二天清晨，女孩亚丽和男友杰森正在海面上自驾游，很快在爆炸中被毁的小船引起了两人的注意。也不知道好奇什么，他们决定到船上看看。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，烧焦的尸体悠悠地散发着难闻的气味。亚丽看向西南方，天空乌云密布，雷声越来越近。眨眨眼的功夫，暴风雨已经来临。担心发生意外，杰森利用游艇上的无线电寻求支援，结果得不到任何回应。风浪太大，亚丽不小心掉进海里。杰森穿上救生衣，将绳子的一头拴在游艇上，然后跳水救人。两人好不容易成功会合，意外再次发生，游艇经不住大风大浪，开始沉没，杰森也被拽了下去。好在最后关头，他成功割断了绳子，而游艇则沉入海底。两人在海里挣扎着，绝望之际，杰森看到一艘货轮，于是朝着空中发射了照明弹，希望货轮上的人看到后能伸出援助之手。天无绝人之路，两人得救了。杰森的脖子受了伤，船长小胡子让他们不用担心，因为这次航行有专业医生一同随行。船上的人看起来都很热情，小胡子带亚丽来到一个房间，让她在这里好好洗个热水澡。虽然船上没有女人，但干净舒适的衣服还是有的。亚丽没有多想，只觉得小胡子既温柔又贴心。等小胡子离开，亚丽便毫无防备地开始洗香香。她哪里知道船员眉毛哥竟然躲在外面偷看她洗澡。杰森这边，医生对他的伤口进行了处理，防止伤口感染，他还给杰森打了一针抗生素。可是从医生助手怪异的神情来看，似乎事情没那么简单。第二天，天气由雨转晴，杰森和亚丽忍不住在船上卿卿我我。这时小胡子过来喊两人吃早饭，杰森有些疑惑，这艘货船的吃水线并不深，说明船上的货物不多。考虑到航行成本，一般这么大的船都会满载才对，这也是很多航运公司的规定。面对质疑，小胡子的回答是，他是船长，只要把货物送到客户指定的地方就行。毕竟是救命恩人，杰森没再追问下去。来到餐厅，杰森和亚丽都有种说不上来的感觉，小老鼠在眼皮底下蹦跶，说明这里卫生很差。再就是船员们看向亚丽的眼神也太犀利了。至于食物，说是黑暗料理也不夸张。出于礼貌，亚丽和杰森还是硬着头皮吃了下去。吃着吃着，杰森脖子上的伤口又开始流血，虽然心里有些疑惑，但他还是接受了医生的治疗。走出诊疗室，杰森又发现一些不对劲的地方，比如过道里的水管正在漏水，却没有人修理，还有紧锁的舱门后面不知道放着什么。撞见眉毛哥后，杰森想问个究竟，眉毛哥却告诉他舱门坏了，所以打不开。可事实真是这样吗？杰森和亚丽在甲板上聊天，小胡子却在暗中监视着两人。之后，船员带着杰森去参观船上其他区域，船长则留在甲板上和亚丽聊天。趁船员不注意，杰森打开无线电，发现它能正常使用。船员很激动，让杰森别乱动，还极力否认无线电是好的，声称里面传来的声音是静电。杰森本来还想理论，可就在这时，他突然感到一阵晕眩，浑身都不舒服。等躺到床上，杰森已经晕了过去。医生告诉亚丽，杰森是2次感染，只要再打1针就行。离开房间时，小胡子对医生说，杰森四处探查，要是发现了船上的秘密怎么办？医生让小胡子不用担心，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。
当晚，杰森迷迷糊糊醒来，发现自己被船员绑起来，推进一个小房间。可怕的是，一只大蜘蛛正虎视眈眈。下一秒，杰森从床上惊醒，原来刚才是个梦。杰森认为这艘船有问题，上面几乎没有货物，过去这段时间也一直在海上绕圈子，船上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。亚历不以为然，让他别想太多，早点休息。杰森根本睡不着，于是等亚历睡着后，决定到外面一探究竟。果然，杰森有了重大发现。医生的助手半夜不睡觉，推着一个血淋淋的袋子走进了电梯。杰森进入走廊尽头的房间，打开一看，差点吓死。这里是冷藏室，吊着许多人类的尸体。诡异的是，他们的肚子上都有一个血窟窿，里面的内脏好像都被掏空了。为了让亚历相信自己，杰森带他来了冷藏室，结果里面的尸体不翼而飞，取而代之的是新鲜的牛肉。原来就在刚刚杰森出来探查时，船员一直躲在暗中观察。显然冷藏室里的尸体早就被船上的人转移了。这下亚历非但不相信杰森，还认为他出现了幻觉。隔天一大早，小胡子主动向亚历嘘寒问暖，见两人有说有笑，杰森的脸都绿了，三言两语支走小胡子。亚历却指责杰森没礼貌。尽管杰森将疑点一一列出，亚历还是不相信，坚定地认为小胡子是个好人。为此，两人闹得不欢而散。杰森想找外援，于是又一次找到无线电，可惜还是晚了一步，电线已经被剪断。杰森来到餐厅，想把这件事告诉亚历，结果还是不被信任，这让杰森十分崩溃。他在船员面前大喊大叫，最后被医生带进了诊疗室。医生告诉亚历，只要再打一针，杰森的情绪就能稳定下来。为了转移亚历的注意，小胡子把他带到暗房。作为摄影师的亚历开始专注地洗照片。他不知道的是，杰森已经被船员偷偷转移到了实验室，正是当初舱门紧锁的那一间。恍惚间，杰森看到了里面的景象，和他一样的男男女女还有不少，他们都成了医生的活体样本。原来医生利用蜘蛛在进行着基因重组的实验，在他看来，实验虽然会牺牲一部分人，但成果能让大多数人受益，所以他是在为整个人类做贡献。小胡子似乎对亚历是真爱，他对医生只有一个要求，别碰亚历，其他都好说。杰森被他们丢到大蜘蛛面前，医生要让蜘蛛把卵产在他的身体里，产卵的过程非常的简单粗暴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女性实验体的身体出现异常，她口吐白沫，痛苦地哀嚎着。之后，一只蜘蛛从她的肚子里钻了出来，女人领了盒饭。助手抬走尸体去喂食大蜘蛛，亚历天真的以为杰森还没醒，在暗房足足洗了3个小时照片，之后又被小胡子邀请到他的房间，看着一桌精心准备的烛光晚餐，亚历惊喜不已。自打上了船，还没吃过像样的食物呢，所以他欣喜地接受了这份馈赠。可怜的杰森马上就要被送进培养舱，医生激动不已地说道：“蜘蛛是很神奇的生物，小到感冒，大到癌症，蜘蛛对各种病毒都有着极强的免疫力。只要把它们健康的基因与人类的基因进行融合，那么人类再也不用承受疾病的痛苦。”说完，医生又给杰森打了一针。小胡子3杯酒下肚，忍不住夸赞亚历，说她是自己遇到的最完美的女人，言语之间尽是勾搭。亚历尴尬地笑了笑，以为小胡子喝醉了乱说话，不料小胡子突然凑上来，想给亚历一个爱的亲亲。意识到小胡子在打自己的主意，亚历迅速避开，然后随便找了个理由准备离开，结果房门锁死，根本出不去。显然小胡子压根儿就没打算让他走。见亚历气愤不已，他也不装了，开始动手动脚。好在亚历不是软妹子，一脚踹上去，差点让小胡子断子绝孙。小胡子还想纠缠，亚历便拿起抽屉砸了过去，过程中钥匙甩了出来，同时还有半块金属铜片掉在地上。亚历一眼认出上面的标记，正是发生爆炸的那艘小船。没错，袭击小船的蒙面人就是小胡子这帮人。成功脱困后，亚历四处寻找，却找不到杰森。很快，小胡子又找了过来，他说杰森已经凶多吉少，只要亚历愿意和他在一起，就能逃过一劫。亚历不为所动，小胡子当场翻脸，得不到的东西干脆毁掉。气急败坏的小胡子让2个船员把亚历押到实验室。电梯中，亚历武力值大爆发，仅凭一己之力打倒2个壮汉，之后顺着通风管道找到了实验室的位置。
门口有一名船员把守，亚历急中生智，拉下电闸，断了整艘货轮的电。小胡子让船员打开紧急发电机，但情况还是渐渐失控。实验室舱门以及大蜘蛛房间的铁门都因为断电自动打开。担心蜘蛛逃走，医生带人用力抵住房门，亚历则趁他们不注意，偷偷潜入实验室，打开培养舱后，成功唤醒了杰森。普通人终究不是蜘蛛的对手，医生和船员们精疲力尽后，蜘蛛抓走医生的助手，将其虐杀。医生慌乱逃离后，震惊地发现从实验体里培育出来的蜘蛛爬得到处都是。亚历正准备带杰森离开，却目睹了惊魂一幕：一个女实验体呕吐过后肚子破裂，一只蜘蛛从里面钻了出来。意识到这可能会是杰森的下场，亚历立刻找到医生，想问出补救的方法。医生自顾不暇，哪里会管别人的死活？他让船员射杀蜘蛛，自己则逃之夭夭。可是子弹根本杀不死蜘蛛，手下也被蜘蛛反杀。医生逃进电梯，威胁卡森和亚历不准进来。与此同时，大大小小的蜘蛛已经爬到船舱外。负责押走亚历的船员告诉小胡子，人已经逃走。意识到船上不再安全，小胡子让船员赶紧准备好逃生艇，保命要紧。说着说着，电话那头传来凄厉的惨叫声。原来船员忙着说话，没留意脚下，结果惨遭蜘蛛的袭击。小胡子忧心忡忡，殊不知硕大的蜘蛛已经杀到背后。等他意识到危险，为时已晚，大蜘蛛锋利的爪子刺穿了小胡子的身体。杰森和亚历在逃亡途中遇到了死不瞑目的船员，难以想象他在死前经历了什么。各个进出口都有蜘蛛的身影，安全起见，两人躲进餐厅，再用桌子堵住大门。但计划赶不上变化，蜘蛛还是轻而易举闯了进来。亚历找到一桶丙烷，在杰森的协助下打造出一把火焰枪。果然，火是所有碳基生物的天敌。两人用光丙烷，成功让聚集在门口的蜘蛛领了盒饭。危机解除了吗？并没有，一只大蜘蛛悄悄来到杰森身后，幸亏亚历眼疾手快，用菜刀把蜘蛛的腿砍了下来。两人来到甲板上，大蜘蛛们刚刚饱餐一顿，正在消化。医生要坐救生艇逃跑，亚历让他救救杰森，医生不愿意，还洗脑亚历，试图让他和自己站一边。话音刚落，亚历手脚并用，胖揍了医生一顿，并且夺走了他的手枪。尽管如此，医生还是不愿妥协。杰森是最后一个还活着的实验体，有他在，就有希望培育出新的二代蜘蛛，他的实验也将一直延续下去。知道亚历不敢对自己怎么样，医生得意忘形，说话声也大了起来，生怕蜘蛛听不见。这时，亚历发现一只大蜘蛛正朝着医生缓缓走来，他什么也没说，亲眼目睹死神降临在医生的头上。只见蜘蛛拍了拍医生的肩膀，然后无情虐杀。为了拯救杰森，亚历拿着一把钢叉，孤身返回船舱之中，希望能在实验室找到有用的疫苗。走廊里惨不忍睹，到处都是被蜘蛛网包裹的船员尸体。亚历有惊无险来到实验室，顺利找到了疫苗。刚要离开，背后突然传来蜘蛛的嘶吼声，它是船上最大的也是最暴躁的蜘蛛。见状，亚历纵身一跃，跳过窗户逃了出去。蜘蛛体型太大，无法通过狭窄的过道，但它很聪明，知道侧着身子从墙面爬过去。亚历喘息之际，蜘蛛从天而降。这种情况下能打败它的只有主角光环。亚历发现一堆燃料桶，打开其中一个，接着将打火机扔了过去。蜘蛛被熊熊燃烧的火焰困在原地，确保它死得透透的。亚历又将钢叉刺进蜘蛛的身体，之后带着杰森坐上救生艇。亚历及时将疫苗注射进杰森的身体，没想到的是，意外再次发生，升降机的绳子卡住了，救生艇停在半空中，货船上的蜘蛛蠢蠢欲动。危急关头，两人只好跳进海里，火焰点燃了其他油桶，伴随着爆炸，货船沉入海底。没过多久，救援飞机发现了杰森和亚历，两人被绳缆拉了上去。不出意外的话，意外还是发生了。一只巨型蜘蛛突然现身，一条腿勾住了亚历，巨大的拉力让直升机摇摆不定，拴在亚历身上的绳子被拽断，他只能紧紧抱着杰森的腿。双方开始极限拉扯，眼看亚历就要支撑不住，救援人员将一颗手雷扔给了亚历。这么远的距离都能精准接到，多少有点离谱了。亚历拿到后毫不犹豫丢进蜘蛛的嘴里，最后蜘蛛被手雷轰成了炮灰，亚历与杰森顺利得救。
影片上映于2001年，虽然是续集，但和第一部完全没有关系。故事在逻辑上存在无数硬伤，不合理的地方更是数不胜数。撇开故事本身，在恐怖氛围的塑造上同样差强人意，整体质量而言远远不及第一部。好了，今天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的宝子们可以去看一看原片，最后不要忘记3连支持一下哦。